为何正史里的紫禁城比野史传闻更可怕？从小到大看过的清宫剧，几乎都在重复一套深入人心的恐怖潜规则。妃子侍寝必须全身赤裸，被棉被紧密裹缠，像一件货物，一卷春卷，由太监扛入皇帝寝宫，不得走正门，必须从皇帝脚边像猫一样钻进被窝。窗外太监时时掐表，无情催时。皇帝一句不留，太监便以专门穴位手法断绝子嗣的可能。清宫有着中国古代最屈辱、最变态的侍寝制度。正史里侍寝制度背后没有这些狗血的剧情，但它隐藏的真相比影视杜撰更冰冷、更窒息、更细思极恐。因为影视剧的画面太有冲击力，大清皇帝的深夜私寝看上去就是一条没有温度、没有尊严的皇权流水线。画面越压抑，剧情越猎奇，观众就越笃定满清皇权真是变态又残酷。但如果翻开当时的起居注和皇家档案，你会发现那些惊心动魄的名场面，在史书里一个字都找不到。他们出自民国初年几本类似路边社爆料的民间野史笔记。为博取流量，怎样猎奇怎样写，根本不是官方正史。野史是戏剧，正史才是现实。清代的侍寝规矩，真正被史料盖章确认的只有3条铁律。第一，翻绿头牌是真的，这是敬事房这个后宫考勤部每天的正规公务。第二，妃嫔严禁过夜，整座紫禁城唯独皇后拥有整夜伴寝留宿的资格，其余所有妃嫔无论何等宠幸，侍寝结束即刻遣送回宫，没有温存，没有枕边私语，从制度根源彻底杜绝后宫专宠、外戚擅权的隐患。第三，精准记录时间，皇帝每一次临幸，太监都精确记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哪位妃嫔，一字不差，存档备查，只为锁定皇家血统纯正，杜绝一切血脉紊乱的可能。你看，野史折磨的是妃嫔的肉身，而正史禁锢的是皇帝的欲望、人性的温度和整个后宫的自由。戏剧的恐怖是视觉刺激，但体制的恐怖是无声的驯化。看到这，你可能想问，如果清朝这套变态规矩是假的，那中国历朝历代真正的侍寝到底是怎样的？这3000年的演变，说白了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硬、人性越来越卑微的驯化史。我们来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反差有多大。周朝是历史上一个不看脸、不看身材、不看皇帝心情的时代。他们讲究的是天道秩序，按月亮的主向来排班。月初月亮刚升起，就从地位最低的御妻、侍妇、九嫔开始，大家排队轮流加班。到了月中15，月亮最圆的时候，这一天专属皇后，代表独尊后位。月尾月亏了，再由高位妃嫔依次递减。哪怕你是皇帝，也不能随心所欲的任性偏爱。这是中国历史上后宫最体面的300年。到了汉朝，周礼的约束力大幅松动，皇帝拿回了绝对选择权，爱选谁选谁。不少低位宫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圣颜。
临时起意的宠幸也随时可能发生。但汉朝真正害人的不是宫斗，而是一条裤子筑起的防线。当时的贵族女性日常穿的服饰叫做裤。汉昭帝时期的权臣霍光，为确保外孙女上官皇后优先生下嫡子，下令宫女必须穿上特制的穷裤。此事明确记载于《汉书》，原本是军人与底层百姓的劳作服饰，霍光却将它变成后宫的权力工具。可讽刺的是，即便做到如此地步，这位皇后直到皇帝离世也未能诞下一儿半女。你看，这时候的侍寝早已经变成了朝堂权力博弈的延伸。很多人想不到，开放包容的大唐是封建王朝里唯一允许温情和自由存在的时代。虽然唐朝保留了古老的月相轮班旧制，但从不束缚皇帝的选择。比如唐玄宗时，后宫佳丽众多，便有蝶性之说。妃子们头插鲜花，皇帝亲自放飞蝴蝶，蝴蝶落在哪位妃子钗上，当夜便由其侍寝。这时候没有限时，没有窗外监控，没有太监刻板催时，皇帝可以留宠妃整夜相伴，朝夕相处都不受制度干涉。周朝有礼无碍，唐朝是有情有度，这是3000年来最有烟火气的时代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反驳，难道唐朝就真的那样完美吗？没错，唐朝当然也有权力斗争，但至少在那个朝代，我们能看到人的痕迹，而非清朝那种精密到近乎窒息的打卡制度。自宋代起，帝王的私生活便被严格的道德规范束缚。太后与皇后可依照祖规劝谏帝王，朝中百官亦能上奏进言，约束君主私下行径。收敛自持，守礼克制，是当时宫廷最主流的风气。宋代君主并非个个清心寡欲，宋徽宗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他不仅拥有规模浩大、数以千计的后宫，还不惜掩去帝王身份，与名妓里诗诗往来。此事很快在京城人尽皆知，谏官接连上书痛斥，只可惜徽宗执迷不悟。待到金兵铁蹄踏破都城，徽宗、钦宗二帝连同宗室4000余人，后妃宫女3000余人全数沦为俘虏，北宋江山就此倾覆。嘉靖年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人淫宫变，一群宫女实在受不了嘉靖皇帝的残酷虐待，趁他熟睡时，合谋用绳子差点把他活活勒死。这件事之后，明朝后宫的安保直接拉到满级，殿外全程巡逻，妃嫔侍寝后一律送回，严禁过夜。我们常误以为侍寝不留宿是清朝的发明，其实早在明朝人淫宫变后，这套严密的防御机制就已成型。清代的绿头牌与敬事房体系，不过是这套明代规制的升级版。回头看，你会发现历史的讽刺。汉朝的霍光用镰当裤，把皇帝私生活与朝堂权势牢牢绑在一起。明清则制度化敬事房和严禁过夜，来监控皇帝私欲。几千年过去，手段变了，但核心逻辑没有变。皇权始终将人视为需要被严密监控的变数，而非有血有肉的个体。你或许听过关于嘉靖帝的那些传言，史书不屑于落笔的残酷，
在坊间却被反复咀嚼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何一个掌握集权的帝王会对晨露与红铅如此执着？那不仅是对长生的渴望，还有权力失控的迷梦。但正是因为过于规整，容纳不下皇帝真实的疯狂与扭曲时，也使便成为唯一出口。历史吊诡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，我们在戏剧里寻找人性，却在正史的规训中看见人性被一点点磨平的样子。看完这3000年的宫闱更迭，那座制度构筑的牢笼，究竟是守住了皇室的传承，还是囚禁了本该更鲜活的人？或许答案藏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。感谢收看，下期继续。